乌军突然反攻南线，扎波罗热至第聂伯罗交界处爆发最大规模行动。乌军杀回库尔斯克，苏甲空降兵指挥部被端。午夜之锤再被点名，美伊冲突进入倒计时。高市豪赌成功，日本为何重新走到修宪门前？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最近，乌克兰南部战场突然出现重大变化，在扎波罗热州与第聂伯河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交界地带，乌克兰军队发动了反攻，而且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行动并非局部试探，而更像是一轮经过筹划的系统性进攻。这很可能是近几年来乌军发起的最大规模进攻之一，其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据点，而是直指俄军南线整体防御结构的稳定性。据诺尔报告的前线军事记者透露，当地时间2月9日前后，乌克兰部队从大米哈伊洛夫卡等多个方向同时展开行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地区并非普通前线，而是扎波罗热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两州的交汇处。一旦在这里撕开缺口，俄军南线的纵深与后勤体系都将受到直接威胁。乌军此次行动的战术意图十分清晰，那就是切断俄军退路，并从后方实施包抄。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乌克兰成功利用了当地出现的浓雾条件，在低能见度环境下避开俄军的空中侦察力量，绕过正面防御阵地，从俄军防线后方发动突袭。这种打法表明，乌军并非仓促行动，而是提前计算了天气、侦察能力以及时间窗口，选择了一个对俄军最不利的时机。更关键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单点突破。几乎在同一时间，在特尔诺夫和古利亚波尔一带也相继传出了战斗声响，显示乌军正在多条战线同步施压。此外，还有一个始终绕不开的方向——红军村。事实上，近期乌克兰军队的多项军事行动几乎都围绕这一地区展开。就在此前不久，乌军第33突击旅已经收复了红军村南部的普里多罗日内和杰尔努瓦特两地。如今再回头看，这些看似分散的行动，其实彼此呼应，层层推进，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进攻链条。乌军的反攻并非局限于一城一地的碎片化行动，而是一轮有节奏、有纵深、具备整体战役目标的系统性推进。在这一背景下，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成为乌克兰迅速发动进攻的重要导火索，那就是俄军前线突然失去星链支持。这一变化直接导致部分俄军部队的通信和指挥体系出现混乱，而乌克兰显然抓住了这个短暂却关键的窗口期，迅速将准备已久的行动付诸实施。从去年年初开始，俄罗斯为其部分伊朗制沙赫德远程打击无人机配备了 SpaceX 的星链终端，这一举措大幅提升了这些无人机的通信稳定性和远程打击能力，使其能够更高效地攻击乌克兰目标。由于星链信号稳定，不易被干扰，很快俄罗斯前线部队也开始依赖星链系统进行通信和指挥。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星链终端并未获得 SpaceX 的授权，换句话说，俄军是在非法使用，甚至可以说是蹭网方式接入星链系统。这一情况随后引起了乌克兰方面的高度警惕。此前，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向马斯克本人反映，俄罗斯军队正在违规使用星链设备，对乌克兰实施军事打击。在这一背景下，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推出了白名单计划，目标非常明确，切断俄罗斯军队通过前线非法访问 Starlink 卫星网际网络的渠道。根据该计划，乌克兰军队使用的星链用户终端被正式纳入 SpaceX 的白名单，
而且名单每天更新。与此同时，所有未被授权、来源可疑的星链终端接入渠道被系统性封堵，俄军非法使用的星链设备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作用，直接沦为电子废品。问题随之爆发，长期依赖星链进行通信的俄军前线部队很快陷入混乱。乌克兰国防部随后证实，由于 Starlink 终端被阻断，俄罗斯方面在前线遇到了严重问题，部队之间通信中断，指挥链条受阻，战场协同能力明显下降，对乌克兰目标的袭击次数也出现大幅减少。这并不难理解，在现代战争中，一旦通信系统突然瘫痪，即便兵力和火力仍在，作战效率也会迅速坠落。当然，从理论上讲，俄军若想维持攻势，最终仍可以引入新的通信方式或替代系统，但问题在于这需要时间，而战场上时间往往就是最致命的资源。也正是在这一短暂却关键的窗口期，乌克兰迅速展开行动，将通信优势转化为战术主动权，为南线反攻创造了条件。事实上，除了中亚外，俄罗斯在近1年内还透过希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塞尔维亚和新加坡的中介，采购了数以万计星链终端机，以维持战场通讯，直到存取权受限制为止。呼号为建筑师的乌克兰无人机飞手证实，俄罗斯军队非法搭建的星链通信网络已经基本瘫痪。他表示，这一变化将为乌克兰方面争取至少数周的关键时间窗口，使后方区域的安全形势明显缓解。此外，可以确认的是，星链服务目前已在俄罗斯境内被正式屏蔽，这意味着俄军短期内难以通过境内渠道恢复对星链系统的使用，其前线通信与指挥体系将面临持续压力。据媒体2月9日报道，乌克兰官员说，这已开始影响俄罗斯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作战。而呼号闪电的乌克兰防长顾问贝斯克列斯特诺夫说，俄罗斯已改用亚马尔和快递卫星星座运作的高速卫星网加以替代。他说，这转换是在俄军丧失星链的终端存取权后进行的，有鉴于马斯克以往不愿深入介入俄乌冲突，并常发表被视为有利莫斯科的评论，这可算是新任防长费多罗夫初期获得的胜利。截至目前，尚未看到俄军组织起强有力成体系的反扑，这很可能说明俄军在战术层面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即便如此，俄罗斯方面的多名军事博主也已经承认，乌克兰正在南线发起反击。不过，值得注意的，俄乌双方官方目前仍然保持相对静默，这也意味着前线战况仍在快速变化之中。更多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但如果现有信息最终得到验证，那么这次南线行动很可能是乌克兰自2022年那轮大反攻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接下来，战局的走向将取决于乌军能否持续扩大突破口，以及俄军是否能够迅速恢复指挥与防御体系。与此同时，在赫尔松方向，战事同样值得关注。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近期摧毁了新奥列克西耶夫卡的一处俄军弹药库。赫尔松与扎波罗热一样，都是南部战场的核心区域，而在发动大规模进攻前，系统性削弱对手的弹药与补给能力，往往正是战役展开的重要前奏。综合来看，乌克兰南线正在明显升温。一系列看似独立的军事动作正在逐渐汇聚成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行动，真正的变化或许才刚刚开始。乌军重返库尔斯克，苏贾再成俄乌冲突焦点。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日再次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重镇苏贾发动精准打击，成功摧毁了驻扎在当地的俄军空降部队指挥所。这一行动标志着乌军在俄乌边境地区的攻势明显升级。据 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通报，当地时间2月9日前后，
乌军对苏贾市附近的一处俄军指挥设施实施火力打击，被袭目标隶属于俄军所谓的精锐部队空降兵部队。行动后，该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苏贾并非普通城镇，这里是乌克兰在2024年突入库尔斯克州后占领的第一个俄罗斯城镇，具有极强的战略与象征意义。乌军曾在此长期驻守，直到去年3月，在美国切断对乌克兰的部分卫星情报支持后，俄军迅速组织反攻，迫使乌军主力撤出库尔斯克地区。尽管如此，那次行动仍创造了历史。二战结束80年来，俄罗斯本土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而且持续长达半年之久。如今乌军再次将火力投向苏贾，无疑引发高度关注，也与近期乌方频繁打击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整体态势形成呼应。俄方则延续一贯口径，否认本土防线被突破，但并未披露更具体的战况。事实上，近期乌军的行动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个俄罗斯边境地区接连遭受打击。乌军空军与地面部队协同行动，火炮、战机与无人机轮番出击，爆炸声持续回荡在俄乌边境上空。其中，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生状况尤为严峻，当地仍处于间歇性停水、停电以及供暖中断状态，区域稳定性持续承压。除边境正面战事外，乌军还将打击范围进一步延伸至俄罗斯纵深。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乌军成功袭击了罗斯托夫州境内的一处俄军 FPV 无人机仓库，该仓库内至少3个装载无人机的集装箱被完全摧毁，其余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初步评估显示，超过6000架俄军无人机被摧毁或失去作战能力，这将直接削弱俄军持续轰炸乌克兰城市的能力。X 平台账号 No Air Reports 指出，此次针对无人机仓库的定点清除，显示乌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正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与此同时，在赫尔松州诺沃列克西伊夫卡附近，俄军另一处弹药库也遭到打击，并发生剧烈爆炸，前线部队的弹药补给体系因此受到明显影响。在战场通信层面，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别斯克涅斯托洛夫披露，俄罗斯正试图使用本国卫星系统取代此前依赖的星链通信网络，但该系统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分析认为，如果俄方自有卫星系统足够可靠，过去就不会费尽周折设法获取星链服务。这一动向反而从侧面印证俄军此前确实遭遇了星链被关闭或限制的情况。战损数据方面，乌克兰通讯社公布的统计显示，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至2026年2月9日，俄军累计战斗损失约124万7580人，仅过去24小时内就新增1250人伤亡。乌方同时列出详细的装备损失清单，包括坦克11654辆、装甲车辆24013辆、火炮系统37056套，以及各型作战无人机127,962架。尽管俄方尚未对上述数字做出正确回应，但可以确认的是，随着乌军对指挥节点、补给体系和无人机网络的持续打击，俄军的进攻能力正被系统性削弱，俄乌冲突的烈度也远未出现降温迹象。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近日公开敦促伊朗伊斯兰统治者接受与美国达成的一项协议，停止其所谓的恶意活动。在发表这一表态前，海格塞斯特意提醒德黑兰方面，不要忘记美国去年对伊朗展开的军事打击行动，那次行动对伊朗的核武器化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海格塞斯是在缅因州巴斯向造船厂工人发表讲话时做出上述表态的。他表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明确告知伊朗政权，
美国希望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以结束伊朗在核问题、地区安全等方面的行为，但前提是伊朗必须做出实质性让步。我认为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是接受总统提出的那项协议，海格塞斯说。他特别提及去年6月实施的午夜之锤行动。在那次行动中，美军战机对伊朗境内3处铀浓缩设施发动空袭。美国方面称这些设施是伊朗核武器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格塞斯表示，这次行动充分展示了美国以实力实现和平、用行动形成威慑的能力，并强调美军在伊朗尚未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就已完成打击并撤离，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军事威慑持续加码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为外交窗口留出了空间。特朗普已批准新一轮美伊间接谈判，上周五相关会谈已在阿曼启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谈判进展非常好，并预计本周将恢复对话，但尚未公布具体时间。不过，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过去数周内，特朗普多次公开警告，如果德黑兰拒绝放弃核武器项目，继续镇压国内抗议活动，美国将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强调，美方希望伊朗限制其导弹计划，并停止支持针对以色列及驻中东美军的代理武装组织。在这一背景下，美以协调明显升温。特朗普将于本周3在华盛顿会晤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在离开以色列前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加沙局势以及整个地区的未来将是此次会晤的核心议题。他称将向特朗普阐明以色列对伊朗问题谈判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这些原则不仅关系以色列安全，也关乎整个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以色列长期指责伊朗推进核武器研发、发展弹道导弹并支持地区内的武装代理人，认为这些行为对其构成生存威胁。去年6月，以色列曾与伊朗爆发为期12天的军事冲突，美国随后参与了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在事后斡旋促成停火。自特朗普开启第2个总统任期以来，此次华盛顿会晤将是他与内塔尼亚胡的第6次美国会晤，也是双方的第7次面对面会谈。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准备动作仍在加速。当地时间2月10日，特朗普表示，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他正在考虑向中东地区再派遣一支美国航母打击群，为潜在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早在1月26日，就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西印度洋的责任区，并具备在1到2天内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特朗普当天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或导弹。在地区局势持续升温之际，美军正加快向中东调动力量。据报道，美军已通过货运飞机将坦克从挪威运往约旦，同时还有更多兵力和军事资源正在向该地区集结。以色列国内对美国政策走向的担忧也在浮现。今日以色列报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政府未来对伊朗的策略感到忧虑，担心美方可能从此前的强硬立场后退，仅聚焦核问题谈判，而放弃对伊朗采取更全面的对抗行动。耶路撒冷方面部分官员认为，这样的策略或许可以避免与伊朗正面冲突，但内塔尼亚胡本人则认为，当前正是削弱伊朗政权的罕见窗口期。在军事层面，紧张信号仍在不断释放。另有消息称，一架美国 P-8海上巡逻侦察机近日进入伊朗领空，尽管伊朗空军近期频频发出强硬警告，但并未对该机采取开火行动。此外， Defense Intelligence 援引卫星影像指出，美军正在为针对伊朗的行动强化其位于印度洋的关键轰炸机基地。影像显示，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已停靠在迪戈加西亚基地港口。该型驱逐舰配备宙斯盾作战系统和战斧巡航导弹，具备强大的防空与对陆打击能力，显示美军在该地区的集结行动仍在持续推进。
2月8日，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并完成投开票，由首相高市早苗率领的自民党赢得316席，超过众议院465席总数的2/3门槛，正式具备提出修宪动议的条件。2月9日，高市在自民党中央召开记者会，明确表示将挑战推动修改宪法。他指出，宪法体现国家的理想形态，政府将着眼国家未来，持续努力营造环境，推动修宪议程，并尽早实现国民投票。据悉，日本修宪程序分为几个关键阶段，首先由各党向国会提交修宪草案，随后交由众议院与参议院的宪法审查会进行审议。若众参两院全体会议分别获得2/3以上议员赞成，修宪案方可提交全国公民投票。最终，若赞成票超过有效投票总数的一半，即可完成修宪。尽管自民党已在众议院单独跨过2/3门槛，但参议院形势仍相对复杂。参议院共有247席，2/3门槛为165席。目前，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尚未达到这一数字。若将支持修宪立场的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政党计算在内，相关会派合计约162席，距离门槛仅差数席。若争取部分无党籍议员支持，理论上存在在两院同时达标的可能。修宪并非首次被提出，安倍晋三执政时期，修宪曾被列为核心政治目标。2016年参议院选举后，支持修宪势力在两院一度超过2/3。安倍于2017年提出将自卫队明文化，并设定2020年实行新宪法的目标。2018年3月，自民党公布修宪草案，提出4大重点：一是将自卫队写入宪法；2是强化紧急事态应对机制；3是调整选区制度并强化地方自治；4是充实教育条款。然而，森友学园、加计学园等政治争议持续发酵，在野党拒绝参与审议，宪法审查会难以推进。与此同时，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坚持维持宪法第9条专守防卫原则，态度审慎，修宪进程最终停滞。目前，高市政府内部亦承认，修宪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优先议题尚未完全聚焦。有观点认为，正式提出修宪动议的时机，或将落在2027年参议院选举之后，以确保政治基础更加稳固。在野阵营已明显提高警惕。中道改革联合共同代表野田佳彦指出，在高市议强的政治格局下，在野党提出不同思路，发挥制衡作用将更加重要。与此同时，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也加剧了部分在野党的担忧。维新会主张删除宪法第9条第2项有关不保有战力的规定，并全面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其立场甚至比自民党更为强硬。此外，如何营造公平的公投环境仍是讨论焦点。日本国民投票法规定，投票日前2周限制电视与广播播放修宪相关广告，但随着网络与社交媒体广告普及，相关规范如何调整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整体来看，尽管自民党已跨过众议院修宪门槛，但参议院席次与社会共识仍是关键变数。日本政治正在重新走到修宪议题的现实门前。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